海蜇每个人都吃过，但你们了解这一毒物吗？它都有哪些神秘之处？吃海蜇应该注意些什么？看完本期视频，解答你们的疑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，又到了吃海蜇的季节哈。平常呢，大家可能吃到的都是这个腌制过的海蜇啊。今天呢，咱们整两个鲜的啊。先做个提示啊，天气呢现在是越来越热了，估计大家呢都会去海边洗个海澡。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带好两样东西。明矾和普洱米，一旦被海蜇蛰了啊，用明矾水呀，好好的清洗伤口，然后顶一片普洱米，不要低估了海蜇的毒性。如果你要是被那个沙蜇蛰一下的话，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小命。在海边，如果遇到了死的海蜇，你可千万别拿双手去捞它去啊！死海蜇一样会蜇人啊，因为它的这个刺细胞啊，它并没有死掉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吃这个活海蜇呀，处理是很有讲究的，不能乱整啊！咱们呢一边抛一边讲，来开张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海蜇，这种长得有点发蓝紫色的海蜇，称之为绵蜇，也叫鸣蜇。那么它属不属于水母呢？当然是了，属波水母纲根口水母目。海蜇的身形为辐射对称结构，分为3个部分，分别是上部的伞状体，俗称蜇皮儿；中部的胃柱，俗称蜇脖，是个管状的空心结构，前端形成分支，连接于伞状体；下部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叫口腕，俗称蜇头。活体状态下的海蜇，蜇头的下方会长有等蜇人的管状的须子，形似铁血战士的头发，学术上称为棒状附属器，长在口腕的基部，连接处很脆弱，一碰就掉了。因须子含水量太高，没什么使用价值，都当废物扔掉了。伞状体由外胚层、内胚层和发达的中胶层组成。中胶层是由一些蛋白质及粘多糖形成的凝胶，还有胶原纤维，极具弹性。中胶层具有维持和调节离子的成分浓度，所以在海中也能起到一定的浮力。整个伞状体不具毒性，所以是可以生吃的。来，仔细看，在胃柱之间窟窿的部位是内脏腔，腔内呈絮状的部位是胃囊和半生的生殖腺。因为海蜇属于比较低等的生物，所以没有太多杂七麻八零三码事的内脏器官。生殖腺长在胃囊的根部，连在一块，绿色的是胃囊，棕色的是生殖腺，它们都被一层胶质膜所保护，与外界隔开。在体内，胶质膜与胃柱之间是相通的，食物便会从各分支胃柱内的管道进入到胃里。胃囊上长有矢状体，称之为胃丝，胃丝上具有能杀死猎物的刺细胞和能分泌消化酶的腺细胞。没有胃丝的一侧则为生殖腺。海蜇为雌雄一体，公母右眼不太好区分，反正能看到卵细胞的就是母的。那么胃囊和生殖腺到底能不能吃？海边人会把这个部位称之为海蜇脑，用来炖汤，味道十分的鲜溜，是可以吃的。来，仔细看，在胃囊的侧方长有一个表面粗糙的瘤状突起，这个部位是它的生殖乳突。乳突会根据海蜇品种的不同，大小也不同。这一圈圈的环形图案是它的环肌，呈放射状排列的这些条状物是它的浮水管。浮水管由正负管和肩负管组成。当环肌收缩时，伞状体的水便会从这些浮水管喷出，形成反作用力，来推动海蜇向上运动。当环肌放松时，水又被重新的被吸入到伞状体的体内，海蜇便会下沉。由于环肌收缩比放松的速度快，所以海蜇不会轻易的沉入海底。伞状体的运动频率决定了海蜇在海里的深潜程度，这就是它的运动机制。这种运动方式同时也能将体内的海水得到循环，进行气体交换和排出废物。仔细看，在伞状体的边缘处，所有正负管的管口有一个小凸起，这是它的感觉器官，称之为感觉囊。两侧长有裙瓣，内部长有一个白色的听石，是钙质结构。感觉囊上还长有可感知微弱光线的眼点，所以海蜇是有眼睛的。整个感觉囊分布着非常灵敏的感觉细胞，它能感受到人类所感受不到的次声波。我们再看一下蜇头，蜇头分为上下2个部分，上方称之为肩板，下方称之为口腕，两者都是成对生长的，形似蝴蝶。内部分布一些脉状的腕管，开口于口腕的边缘，称之为吸口，也就是海蜇的嘴。它主要吃一些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。捕食的时候，吸口周围的触手会杀死猎物，这就是海蜇的触手，主要就是这玩意儿蜇人呐。触手里分布着有毒的刺细胞，你要是嘚嗖嗖的去摸它，你看它扎不扎你就完了。重点来了，如何来识别海蜇毒性的强弱？就看触手的长度和密度，长得越长越密的，那必是剧毒之物。好了，
那么海蜇应该如何处理？怎么吃呢？要注意，蜇头啊是不能生吃的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。先把蜇皮改个刀，改成细细的粗条，然后放清水里面抓咕一会儿。就这么抓咕，把蜇皮体内多余的水分抓掉，要不然吃起来会很咸，会有一股海水味。蜇头也改个刀，改成大大的小块。蜇头必须给焯熟了，过凉，沥干水分，都到一块开拌，放入切好的蒜末、青红椒末、香菜，调味加入一品鲜酱油、香油、糖。关键点来了，必须整点醋精。生吃海蜇体内可能会含有弧菌，醋精能够更好的消灭弧菌。爱吃麻酱的也可以放点麻酱，搅拌均匀。来吧，凉拌鲜海蜇开灶。这个玩意儿给快点吃啊，要不然翻水翻的可快了。咱先来一个蜇皮儿。是，吃法很关键，就是吃这么一个顺溜的感觉。海蜇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，但是能吃出来一点的那个鲜味儿。如果你要是处理得当的话，是吃不出来那个苦涩的那个味道的。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汁儿是什么味儿，它出来的就是什么味儿。口感呢还是非常的爽脆啊。不像那个凉粉啊，你吃起来特别的面头还是挺有嚼头的，挺哏劲儿。这个酸味啊，上来很杀口啊，很刺激，冰冰凉凉的啊，夏天吃呢解暑解腻。尝个蜇头啊，口感就不一样了啊。蜇头就是更哏劲儿，而且吃起来咯吱咯吱的，非常的爽脆。还有个蜇脖，咱再尝一下。蜇脖的口感又是个口感啊，它就变得糯了，口感介于蜇皮和蜇头之间，少了蜇皮的韧劲儿，缺了蜇头的脆度。反正3个部位3种口感，没吃过的小伙伴，你们只能亲自去体验一下了。来。这是刚才抠的那点海蜇脑，你们肯定没吃过，煮熟了就是这个样。尝一下啊，味道啊老鲜了啊，入口即化，口感呢非常好，鲜香滑嫩，有点那个蟹黄的味道，我觉得不错啊。这个蒸点鸡蛋糕啊，炖个汤。非常的 nice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儿啊。完了还想吃啥呢？评论告诉我啊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香螺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了解香螺吗？它神奇的器官绝对让你意想不到。本期视频，老郭带你解锁香螺的秘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搞了2只大香螺啊。香螺在螺界的使用地位啊，那可以说是天花板级的。这2只螺又花掉了我1000多块钱。说到香螺呢，它的家族啊还是比较乱的，叫法太多了。为了搞清楚，我特意去了趟大连贝壳馆进行了标本对照。香螺的中文正式名叫法多样，长香螺、大角螺、细角螺。与市场上卖的比较便宜的管角螺不同，香螺的管角沟长而细，管角螺的是短而粗。香螺也会根据形态，如果壳上长有大的结节，称为大油长香螺；壳上长有棘刺的，称为棘角螺。香螺根据外表，把光滑没有棱角的称之为纹螺，有棱角的称之为五螺。网上还有种说法，看壳表面的棱角来区分公母，这个不准确。香螺属于腹足类进化比较高等的螺类，区分公母还得看加油枪来进行鉴别。咱这样啊，一会儿这只五螺做解剖，这只纹螺做炭烧，开整。我们先看一下香螺的外部特征。香螺属于大型的食肉性螺类，壳上长有黄褐色的毛毛，各螺层的尖部有强弱不等的结节凸起，壳口宽大，水管沟发达，这些特征都是盔螺科的重要标志。来，砸壳取肉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它的铁壳肌比较靠后，螺壳比较薄，不是很硬，螺肉还是非常的完整。
从生殖腺的颜色上看是土黄色，这应该是只母螺。如果是公螺的话，颜色应该是淡黄色，肝脏呈黑褐色。其实这个肝脏不好吃，苦溜溜的。但是明菜炭烧响螺的螺锭是必须得给客人上的，这是规矩。它的胃囊很发达，胃壁很厚，有点像鱼肚。如果你不舍得冷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干净。这个器官就是它的大腰子，同样很发达，像海绵一样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红色的肉球就是它的心脏，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咱们再看一下螺身的部位，剪开外套膜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鳃，不是很发达，但是嗅检器长得有模有样，身是大嘴裙子。白色的部位是卵囊腺，主要分泌一些类似于蛋清的物质。到了繁殖季节，卵囊腺会膨大至2倍大，吃起来是一种黏歘歘的口感。来，注意看，在它的外套膜边缘长有2个揪揪，这个小揪是它的肛门，大揪说到就多了，不仅是它的排卵口，也是它的受精口。注意看，在响螺腹足的下方有个口，很多人把这个口当成了它的嘴或者是小屁屁，不是的啊，这个口是专门为它的卵囊塑形用的，属于生殖部门。别的海螺也有，但是没有它的明显。母螺把卵细胞从排卵口排出，到达腹足口这个位置，甩籽的时候，腹足的前缘和侧缘会做波浪形的运动，向腹足口靠近。这时只要用力一收缩，噗，一个卵囊就挤出来了，然后换位一个一个的生产，就形成了海螺下蛋的壮观场面。我们再看一下响螺的头部，有些像长颈鹿的结构，脖子很长，脑袋瓜非常的小，这2根须子就是它的触角，触角根部长有一对大眼珠子，中间就是它的嘴，这个嘴可老长了，都藏在肚囊里。剪开肚囊，来，你瞅瞅，吓不吓人？可以想象它的进食方式会有多么的凶残。把嘴剪开，里面有一对巨长的舌根，红色的部位就是它的舌头，舌头里还有一个齿舌，很脆弱。食肉性的螺类齿舌都不是很大，要注意了，响螺体内这些黄色的唾液腺吃的时候必须摘掉，吃了上头啊。区分公母每个人都会了吧？腹足的侧方有加油腔的是公螺，光秃秃的是母螺，或者就看腹足的底部有没有口，有口的是母螺，光秃秃的是公螺。重点来了，响螺怎么做才好吃呢？一个白灼，一个炭烧。先把螺肉处理一下，能白灼的只有芯儿的部分，去掉外皮根揪的部位，改成薄薄的厚片，厚切的口感会更爽嫩。开水焯烫一下，然后用鸡汤灼，时间别长了，2-10秒就得了。再用鸡油盖个帽，防止边干边硬，同时也会增香。鸡油一定要用大葱、姜、干葱头去炼制，要不然鸡油会很腥。来，开始炭烧响螺，生炭，先用白酒给螺洗个澡，去一下腥味，然后浇入炭烧汁。烧汁是用白肉、火腿、葱、姜、干葱头、青红椒、花椒粒、香菜全部切碎，炒出香味，加入熬好的鸡汤，上等的赤汤。这个汤就是我做古法烧筋杆的那个赤汤。调味加入少许的蚝油、生抽，礼貌性的给点盐味糖，家庭版的烧汁就足够用了。烧的过程中会发现汤汁起白沫，这都是血液和粘液，需要不停的换烧汁，直至清澈为止。烧的过程中随时变换位置，要想螺肉软糯入味，至少2个小时。计时一到，最后淋入上等的白酒增香，包壳。来，成不成功就在于这一哆嗦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刻的实际。哇，老香了！改刀装盘，再把烧汁儿打个薄芡，我就直接浇上了。来，开灶。不好意思，出现了点小意外啊。那盘白灼的没了。咋回事呢？我摄像机那个录制按钮忘摁了，结果都让我吃了，只能是炭烧了啊。这期大家就白嫖了啊。咱先来一块螺身上的肉啊，闻起来非常的香。是，口感呢不是脆的啊，是绵软的，有点那个鲍鱼的口感。螺肉经过长时间的烤煮啊，已经吸收了烧汁的那个香味儿，而且能吃出来很重的烧烤味儿啊，香，不愧为名菜呀。潮州人是把这个响螺给玩明白了。这一块是那个竹尖上的肉，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啊。
根就，整体的味道呢没有这个螺参的味儿足，那太硬了，它不容易入味儿嘛。你就这样了，你就再烤1个小时，它也是干。完了，咱试一下这个螺锭啊，很少人吃这个螺锭，咱尝一个。说实话啊，不好吃啊，苦。越吃越苦。完了，白灼的口感呢，就是更脆嫩一些啊，因为我切的是厚切嘛，能吃出来很足的螺的那个鲜味儿，就是各有各的特点啊，都非常的不错啊。完了，咱做个总结啊，炭烧响螺呢，可能不太适合家庭做，太麻烦了啊。我拍这期视频呢，光制作过程就拍了足足1天呢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借鉴炭烧响螺烧汁的这个做法啊。买一些比较经济型的螺类，把肉抠出来，然后搁家呢用锅煮啊，我感觉味道也不错。好了，完了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